很多时候，我们在网上会刷到两种很割裂的观点，一边是每年1200万大学生毕业喊着工作太难找，一边是每年出生人口掉到900万，大家喊着人太少。表面上看，这两件事好像是互相打架的矛盾体，人多了也不行，人少了也不行。这感觉就像看现在的房价涨跌，都有人出来骂街。但如果你仔细排逻辑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。这两件事其实都是从同一个分配根源上长出来的分支。我们先来聊聊大学生是不是真的太多了这个话题。最近总有些专家和媒体在那儿带风向说学历贬值了，甚至喊话让年轻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搬砖。听起来好像是在帮大家缓解所谓的就业焦虑。其实这是在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做舆论铺垫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这120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把自己当大学生，而是把自己当成祈求赏饭吃的廉价劳动力，那某些老板是不是就可以极大的降低用工成本了？当你想要双休、想要保险或者想要职业发展的时候，对方只需要一句话就能把你所有的要求堵回去。人家会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1200万呢，你不干，有的是人排着队想干。这种所谓的施舍心态让996变成了理所应当，让不交社保变成了热爱公司，甚至让拖欠工资都成了一种所谓的与公司共进退。更扎心的是，这种环境下大家都很努力，经济也确实在快速飞奔，世界500强的企业名单越来越长，可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同步跟上节奏。每年看着那些高大上的经济数据发布，无数年轻人只能回帖说自己又拖了后腿。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原本应该分享给普通劳动者的财富红利，被很多资本方悄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他们还发明了人口红利这个词来给这种现象洗白，甚至把这个词跟各种情怀强行绑定在一起，仿佛年轻人拿低报酬就是应该的，凡是想多要点薪水的都是在阻碍前进的脚步。以前大家技术底子薄利润低，吃点苦也认了，可现在制造能力已经横扫全球，富豪榜上的财富一点都不比外国老钱少，但年轻人的实际报酬改善幅度却远跟不上财富增长。于是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既然你们用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来割我的韭菜，那我就不谈恋爱、不结婚、不生孩子行不行？既然努力工作也改变不了捉襟见肘的命运，那我在家躺平刷手机行不行？反正现在物价水平低，多活一个人也就是多添一双筷子的成本。于是无论怎么呼吁消费大家，就是捂紧钱包，无论怎么鼓励生育数据，就是断崖式下跌。去年的出生率已经跌到了 1.1， 这比邻居日本的 1.3 还要让人在意。很多人又开始跳出来指责年轻人不负责任，但我们要说的是，这口大锅年轻人真背不动。大家拒绝生育的理由其实特别简单且充分。如果我自己这辈子都活得这么累，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孩子来这世上跟我一起受罪呢？面对这种来自生存本能的抗议，讲再多的大道理其实都没有任何用处。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利给劳动者，要给年轻人一份足以支撑体面生活的报酬，不能再拿人口红利当借口去无限度压榨。996的工作模式当然可以存在，前提是老板得给出足够让人心动的加班费，不给钱还想要员工卖命，那就是纯粹的耍流氓。千万别觉得年轻人手无寸铁就好欺负，仅仅是一个不生孩子产生的连锁反应，就足以让很多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崩盘。一个现代化的健康社会，靠的绝对不是廉价的人口红利，而是真正尊重人才的人才红利。所谓的高质量发展，不应该只是那些冷冰冰的科技指标，更应该包括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和育儿保障。那1200万大学毕业生绝不是社会的负担，而是支撑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。
如果把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解决好了，那900万新生儿的难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只要年轻人能看到一个值得奋斗的未来，即便你不去催促，为人父母的天性也会让他们拥抱下一代。这场博弈的胜负不在于年轻人的观念，而在于社会分配的结构到底愿不愿让利。看完2集内容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觉得现在的月薪能支撑你养活一个未来的希望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大声说出你的心声。